周遭的一切都在变化，而楚风等人却是一动都不能动，就像被束缚住了双腿双脚，身在汹涌江流之中，只能随波逐流。可楚风却能够看到周遭的变化，起初是一片金光，但很快变得黑暗。尽管黑暗，可却有着隐隐光芒不断掠过，且他能感觉到那光芒其实很多，简直数不胜数。这个景象楚风曾经经历过，所以楚风知道此刻的他们已经彻底脱离百炼凡界，踏入大千上界的轨迹之中。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能进入大千上界了。可是就在楚风觉得他们即将进入大千上界的时候，他们向上前行的速度竟然变得缓慢。当前行的速度减缓之后，周遭的也变得清晰起来，周围漆黑一片，一望无际，而远处却是星光点点。此刻的楚风等人已经身处于浩瀚星空之中，而抬头观望，楚风顿时瞳孔一缩，眼中涌现出一抹不安。那是什么？楚风问道。听得楚风此话，赵宏、王强、殷明朝、紫薰衣也是纷纷抬头观望。而当他们看到前方的情况之后，也皆是目光一缩，随后眼中涌现出惊讶之色。在前方有着4道光芒体，那光芒体如同漩涡一般流转，在这黑暗的星空之中格外的引人注目，很美，但却又显得有些诡异。是那东西让我们的速度变慢了吗？赵宏问道。显然对于突然出现在这登天梯内的诡异光芒体，他也并不认识。我们彼此靠在一起，尽量左右自己的身体，远离那些光芒漩涡。殷明朝说道。之前在他们快速前行的时候，身体的确是无法动弹的，可是当他们前行的速度减缓之后，便发现他们已经可以动弹了。虽然他们仍然跟随着登天梯的力量向上前行，可是他们的确可以移动自己的身体。在殷明朝开口后，楚风等人也是纷纷靠拢，5人很快靠在了一起。前辈，你知道这光芒漩涡？楚风问道。不能确定，但是我年少的时候曾遇到过一位来自上界的前辈，那位前辈与我说过，日后我若使用登天梯前往大千上界的话，若是遇到一种漩涡，一定要小心，那是登天梯出现了问题，若是卷入漩涡之中，轻则被卷入其他世界，重则将进入浩瀚天外之中。浩瀚天外，无尽星空，那可不是某个世界，而是真正的星空之中。进入那里将迷失方向，在黑暗之中度过余生，直至老死。而这个光芒漩涡与那位前辈所说的非常之像。殷明朝说道。他奶奶的，这登天梯竟然这么危险！王强一脸的不爽。那位前辈说了，这种漩涡虽然具备一定的吸力，但并不是很强，只要远离他们，便基本可以躲过此劫，所以不用太过担心。殷明朝说道。这种东西是如何出现的？好好的登天梯怎么会出现问题？莫非是人为所致？楚风问道。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那个前辈，那个前辈说登天梯也是一种阵法，时间久了出现问题也是正常，但这绝对不是人为，毕竟这座登天梯可是传自远古时期，是要多么强大的人才能将这登天梯破坏，所以他坚定地说绝对不会是人为所致，只是年久失修，偶尔出现的问题罢了。殷明朝说道。小心一点，我们快要接近那第一个光芒漩涡了。赵宏提醒道。虽然他们的速度减缓了，可实际上速度依然很快，那光芒漩涡本来距离他们很远，可是此刻已经很近了。远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可是当现在靠近之后，楚风等人便发现这光芒漩涡很不简单，这光芒漩涡非常的大，楚风等人在他的面前如同灰尘一般渺小，这似是明日一般普照一方。可是他的光芒并不是火红色，而是纯白色，很洁净，看着没有危险的感觉，反而很是神圣。可是当这光芒旋转的时候，便让人产生一种不安，因为没人知道这漩涡究竟通往何处。不用害怕，远离它即可。殷明朝说道。虽然他嘴上这样说，可是他却已是满头大汗。这登天梯内并不热，他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紧张所致。毕竟关于这光芒漩涡的事情，他们也只是听说，这东西究竟有多可怕，谁也不清楚。此刻楚风等人都不再说话，就这样紧张地凝视着那磅礴的光芒漩涡，眼中充满了警惕与不安。可是他们除了稍微远离之外，却又没有任何办法。毕竟这登天梯是有着前行的轨道的，他们无法脱离这轨道，而这些光芒漩涡所出现的位置则是轨道的边缘。不过好在他们最终还是通过了那光芒漩涡，此刻已经安全了。殷明朝长吐了一口气，随后笑着说道。看来那位前辈说的是对的。随后楚风等人的脸上也都露出了一抹放松的笑容。可就在这时，在刚刚过去的光芒漩涡之中，竟涌现出了一股磅礴的吸力。最为诡异的是，那吸力竟然束缚住了楚风，并且只抓住了楚风一人。楚风很快便被那吸力卷走，向光芒漩涡掠去。楚风！这一刻王强等人顿时就慌了，他们想去抓楚风已经来不及了，而此刻的他们又只能跟随登天梯的力量继续向上前行，根本无法后退，所以也根本无法去救楚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向那光芒漩涡掠去，最终彻底的被卷入那光芒漩涡之中。而就当楚风进入光芒漩涡之后，那巨大的光芒漩涡竟然忽然消失，速度极快，几乎就在一瞬间就消失了。当它消失之后，原本光芒普照的下方顿时变得黑暗无比，那光芒漩涡竟然就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可是抬头观望，上方的3个光芒漩涡明明都还在，只是将楚风卷入其中的光芒漩涡却真的消失了。可恶，该死！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王强气得咬牙切齿，急得脸都绿了。他此刻已经感觉到了光芒漩涡的不寻常，因为先前的吸力只束缚了楚风一人，这极其的不合逻辑，就仿佛那光芒漩涡就是为了捕捉楚风而来，相公。而就在这时，上方突然传来了赵宏撕心裂肺般的呼喊。抬头观望，赵宏竟然被吸入了
上方的一个光芒漩涡之中。而当赵红进入那光芒漩涡之后，那光芒漩涡便立刻消失。他奶奶的，到底什么爱呀！我擦！王强咧嘴大骂，可话还没说完，他便被那光芒漩涡吸走了，就如同楚风与赵红一般，他被迅速吸入光芒漩涡，而后那光芒漩涡便消失了。这一刻，殷明朝伸出手来，紧紧地抓住了紫薰衣。现在只剩下一个光芒漩涡了，在他看来，他们两个之中必然有一个是在劫难逃。他不想紫薰衣出现意外，所以他想着，如果被卷入光芒漩涡的那个人是紫薰衣，他就随紫薰衣一起去。可是如果被卷入光芒漩涡的那个人是他就立刻放开紫薰衣的手，自己去经历那未知的凶险。薰衣你……可就在这时，殷明朝顿时脸色大变，他发现紫薰衣的另一只手竟然也是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衣角。看来紫薰衣与他想到一起去了。终于，那吸力自光芒漩涡之中涌来，直奔他们。只不过这吸力并不是只束缚他们其中一人，而是将他们两个人全部束缚住。他们两个人并非是因为相互牵扯，而是同时被吸力笼罩，同时被吸入了光芒漩涡之中。而当他们二人卷入那光芒漩涡之后，那光芒漩涡便立刻消失，这里再度变得黑暗，能够看到的光芒只有远处的星光。星光虽美，可光芒却很微弱，无法点亮这浩瀚的天外，因此黑暗便成为了这浩瀚天外的主色调。但是这种黑暗却并不代表阴暗，它代表的是神秘与未知，以及这天外的浩瀚无边。楚风被卷入光芒漩涡之后，便感觉脑袋一片空白，但是很快的，楚风便感觉自己脱离了那股束缚之力。扑通一声，楚风摔倒在地上，他发现他已经着陆了，这是一片荒凉的平原，寸草不生，烈日炎炎，且无边无际。楚风回头观望，发现半空上有着一道光芒漩涡，那光芒漩涡与登天梯内所见到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光芒漩涡是缩小版，缩小了太多。之前的光芒漩涡仿佛能够吞噬一切的太阳，但是这个光芒漩涡最多只能容纳几个人同时进出。猛然间，楚风拔空而起，他掠向了那光芒漩涡。在他看来，他既是从那光芒漩涡而来，那么这光芒漩涡便是链接登天梯的通道。现在掠入其中，便有机会回到登天梯内，与王强等人重聚。我擦！一声巨响传来，楚风捂着脑袋龇牙咧嘴。那光芒漩涡就像是一道钢板一般，楚风根本进不去，这一头扎过去，倒是在他的头上撞出了一个大包。要知道，楚风现在可是真仙，他的肉身不灭，只要灵魂不死，哪怕粉身碎骨也感受不到疼痛。这就是真仙的强大之所在，已经超脱了人类的极限，不受肉身所控。可是此刻他的头上竟然硬生生的撞出了一个大包，竟然还如此之疼，这只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光芒漩涡太诡异了，它竟然能够直接伤到楚风，仿佛真仙强者肉身不灭的力量在这光芒漩涡面前失效了一般。我就不信了！楚风忽然抽出神龙血齿，对着那光芒漩涡刺了过去。一声巨响传来，楚风竟被弹了回来，握在手中的神龙血齿不断颤动，就连楚风的手都麻了。看来你是回不去了，女王大人说道。该死的，这是什么事啊？也太诡异了吧！楚风知道，以他的实力是无法奈何这光芒漩涡了，你多半是进入了其他世界。庆幸吧，被卷入浩瀚天外，无尽星空便是万幸了。女王大人说道。那倒也是，楚风不可置否。若真是被卷入无尽星空之中，在那种空旷却无边无际的地方，以楚风的力量，怕是一辈子也无法抵达一个世界，就将在那黑暗之中漂泊至死。无奈之下，楚风只得打量四周，发现这里若是抛开那光芒漩涡的话，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就像是一片寻常的荒原一般。那是什么？忽然，楚风目光一动，他发现了一本书，那书埋藏在土壤之中，若不仔细观看，根本看不到，但是却被楚风所发现。楚风探手一抓，顿时吸力涌动，顿时土壤翻飞，随后被埋藏在土壤之中的书便被吸入了楚风手中。楚风吹开尘土，翻开了这本书。不是吧？楚风顿时目瞪口呆，这本书的书皮之上什么都没有，可是翻开书皮之后，这本书的第一页上竟然写着几个大字：仙境武技，仙境血雷术，仙境武技。在这种地方随便从土壤之中找到的书，竟然是仙境武技。楚风虽然惊讶，可是起初他并不相信这真的会是一本仙境武技，可是毕竟楚风好奇，于是便翻阅起来。可是这一看不要紧，楚风越来越感觉不可思议。根据楚风的判定，这本仙境武技乃是真的，这真的是一本仙境武技。天啊，仙境武技啊！百炼凡界内从未出现过的秘籍，这种传说中的武技，他竟然在这里随随便便就捡到了一本，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什么地方？莫非是宝藏？楚风再度观看起来，可是他发现这里不像是宝藏的样子，分明就是一片荒凉的平原。楚风，再仔细找找，说不定还有宝贝。女王大人兴奋的两眼放光，比楚风还要激动得多。这一次，楚风干脆动用天眼，仔细的搜寻起来。而皇天不负有心人，楚风很快又发现了一个东西，那是一坛罐子，同样被埋在了土壤之中。但是楚风觉得这罐子绝对是件宝物，因为哪怕他使用了天眼，可却根本无法看穿这罐子。这一次，楚风没有直接将那罐子吸取过来，而是来到那罐子之上，用手小心翼翼的将土壤翻开，亲自将这罐子给取了出来。这个罐子为纯黑之色，很是古朴，也有些破旧，上边盖着一个盖子，这盖子很紧，淡淡。你说我要打开吗？楚风问道。当然打开了，说不定里边藏着至宝，搞不好会有一把真正的仙兵。女王大人说道。这么小的罐子装得下仙兵吗？楚风有些怀疑，这罐子可并不是很大，和正常人的脑袋差不多，这种体积可装不下什么仙兵。你傻呀，万一这罐子另有乾坤呢？女王大人说道。也对，那便试一试。
楚风说话间便伸出手去，想要打开这罐子。住手！可就在这时，女王大人却是大喝一声，她的语气之中充满了紧张之意，就仿佛楚风犯下了大错一般。见女王大人这样一喊，楚风吓得赶忙将手缩了回来，问道：“蛋蛋，怎么了？有何不妥吗？”“当然不妥，你就算打开，也不能这样直接的打开啊！万一有凶险呢？万一有机关呢？”女王大人有些埋怨的说道。她在埋怨楚风竟然如此不谨慎。哈哈，是怪我了，一时上头大意了。楚风尴尬的挠了挠头，可能是先前见到一本仙境武技太激动了，导致楚风有些喜悦过头，太过期待着罐子内的东西，竟然忘记了凡事谨慎小心的道理。还是我家蛋蛋聪明，还是要多向我家蛋蛋学习才是。楚风笑嘻嘻的说道。那是自然。等一等，什么时候本女王成你家的了？呸，臭不要脸，你这可是大不敬。女王大人嘟着小嘴，有些生气的说道，但这个样子却是可爱至极，反正早晚都是。楚风说道。谁给你的自信？女王大人眼睛一翻，哪怕在界灵空间内，她也要狠狠地鄙视楚风一下。嘿嘿，而楚风也不争辩，而是一边笑着，一边将那罐子放下。随后，楚风便向后退去，距离罐子足有万米之远，才隔着虚空伸手一抓，刹那间武力涌动，化作一只金灿灿的手臂，自楚风掌心掠出，最终来到罐子之上，将罐子之上的盖子打开。这一刻，楚风的眼睛都瞪圆了，目光中充满了期待。毕竟随随便便捡到的一本书都是仙境武技，那么这个连楚风都看不穿的罐子内，想必便藏着价值更高的宝贝。可是罐子打开的一刹那，只见一道暗黑色的气焰喷薄而出，瞬间将罐子上方所覆盖。起初楚风神经一紧，还以为出现危险状况的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但是那股暗黑色的气焰很快便消散开来，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见其消散，楚风才小心翼翼地靠近。可是靠近后，楚风发现那罐子里什么都没有，它竟然是空的。不是吧？楚风有些不甘心，使用天眼仔细观察，观察无果之后，便伸手去摸，可是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这罐子虽然有着隔绝天眼的能力，可是里面并非另藏乾坤，就好像是个寻常的罐子一般，这着实让楚风感到失望。不是这么倒霉吧？真的是空的。此刻女王大人也是一脸丧气的撅起了小嘴，总觉得不太对劲。楚风说道。哪里不对劲？女王大人问道。楚风并未直接回答，而是盯着脚下的罐子，一只手环于胸前，一只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此刻站在这罐子前，楚风能闻到一阵清香，这种清香难以形容，不像是花香，也不是青草香，若非要说的话，更像是体香。没错，是那种类似女子身上的体香，并且楚风能够确定这个香气在罐子打开前是没有的，是罐子打开后出现的。莫非是那股黑气？我该不会是放出了什么东西吧？楚风想到这里，赶忙使用天眼仔细的向四周观察，可是最终却是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是你想多了吧？依我看，这个罐子就是空的。女王大人说道。可能吧。楚风虽然感觉不对，可也没有什么头绪，无奈之下只得捡起盖子盖到了罐子之上，随后取出一个袋子，小心翼翼地将这罐子放入袋子之中，这才将其收入了乾坤袋之内。这个你还要留着？女王大人很是惊讶，若不留着，那不是白忙活了？更何况这罐子也是一件宝物，至少用它藏东西，别人看不穿，最不济也可以留作一个纪念。楚风笑着说道。真是拿你没办法，那便留着吧。女王大人无奈地耸了耸肩，在她看来，这种东西留着根本没什么意义。但是很快的，女王大人又是一脸兴奋道：“楚风，快继续找找，这里这么大，肯定还有不少好东西。”嘿嘿，我的女王大人，这乃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楚风咧嘴笑了起来。本来落到此处，楚风很是恼怒，但是当发现此处竟然如同宝库一般，楚风便兴奋起来。要知道，无论是那本仙境武技，还是那个罐子，都是在楚风所视范围之内寻到的。而这荒原似乎很大，所以楚风基本能够确定，继续搜寻下去，定然还会有着收获，并且这个收获怕是不小，很可能会硕果累累，甚至超乎楚风的想象。这等情况下，楚风怎能不激动，怎能不兴奋？可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感觉脚下在颤动，并且阵阵轰鸣也是不断自远方传来，颤动越来越强烈，那声音也是越来越刺耳，有东西在靠近。楚风说道：“小心点，快躲起来。”女王大人提醒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虽然看似平常，可是却很不平常。随便捡本书，竟然是仙境武技；随便捡个罐子，楚风的天眼都看不透。那么此处出现的生物，又将是何等的存在？想想都令人心慌。”楚风不敢怠慢，赶忙布置隐藏结界，将自己隐藏起来。与此同时，使用天眼向那轰鸣传来的方向观察，他也想知道那来的究竟是什么，搞不好能够借此了解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很快的，远处浓烟滚滚，越来越近了。楚风的天眼已经能够观察到1、2，那是一只狮子和一群野牛在狂奔。那狮子是只有狮子，而那群野牛正在追赶着这只幼狮，凶神恶煞，怒吼连连。不出意外，那群野牛是要猎杀那只幼狮。那幼狮若是被追上，绝对是死路一条。无论是幼狮还是那群野牛，从外貌来看，与寻常的狮子和野牛没有任何区别。可是他们的速度很快，气势也是很强，他们全部具备修为，并且修为极强，强大到了令楚风为之炸舌的地步。那群野牛的修为竟然都是一品真仙，而那只幼狮的修为要弱一点，可也是9品无阻。但这里还真不是寻常之地啊，连这里的动物都这么强。楚风甚是惊讶，若说此刻出现的是强大的妖兽也就罢了，可是那分明就是寻常的动物啊，
寻常的动物都具备如此修为，这实在让楚风难以接受，的确太诡异了。那只小狮子明明是9品无祖，但却能跑得这么快，连那群真仙境的野牛都追不上它，有点不合常理。女王大人说道：“那小狮子的速度的确很快，快得不可思议，但是我看它体力不支，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楚风观察的没错，那只幼狮的确坚持不了多久了，要不了多久，它就会被那群野牛追上，而以他们悬殊的实力差距，那幼狮怕是会被那群野牛活活踩死，尸骨无存。楚风，那小狮子好像在向你这边跑来。女王大人说道：“不会吧？”楚风有些不确定，但是那狮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楚风也是不由张大了嘴巴。我擦，真是在向我这边跑来，莫非他看到我了？楚风惊讶不已，那只幼狮向楚风狂奔而来，不断靠近，并且他的目光之中竟然充满了哀求之色。他正在向楚风求救，真的被发现了，这只小狮子也太不寻常了。楚风很是惊讶，好歹他也是一位蛇纹级仙袍界灵师，他所布置的隐藏结界怎么可能被人轻易发现？更何况这只小狮子还是逃跑状态下，这种状态下他本没有精力去观察附近情况才对，可是他还是发现了楚风，这就更加证明这只小狮子的不简单。最重要的是，看着那小狮子求饶的目光，楚风竟然为之动容，善心大发，太有灵性了。楚风内心震荡，妖兽也见过不少，可是楚风从来没有像看到这只小狮子这般为之惊叹过。什么太有灵性了？女王大人问道。这只小狮子太有灵性了，看来不能见死不救了。楚风说话间便从隐藏结界中走了出来。楚风虽然不知道这只小狮子究竟是何来路，可就看在它具有如此灵性的份上，楚风也不能见死不救，至少楚风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在那群野牛铁蹄之下，立刻退散，否则休怪我不客气。楚风对着那群野牛大声喊道，声音震荡，传遍八方。楚风虽然也是一品真仙，可是他手握神龙血齿，战力绝非寻常的真仙能比，底气也是很足。哞！楚风这一刻开口，那群野牛似是感受到了挑衅，顿时牛吼冲天，那声音非常的有力，冲击力十足。若是常人听到这个声音，恐怕都会被吓破了胆。但是楚风却不以为然，反而在嘴角掀起了一抹笑意。这群野牛是要与楚风一战，楚风岂会怕了他们？你们这群小牛，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们如此的不识好歹，那我就让你们知道本大爷的厉害。楚风玩心大起，虽然这群野牛很强，可楚风总觉得他们是动物。想一想，以一群动物过招，楚风便觉得很是有趣。随后，楚风一只手握紧神龙血齿，另一只手也是随之握紧。下一刻，一把金灿灿的长鞭自楚风掌心延伸而出，这鞭子长达100米，是一种禁忌武技。楚风猛然一挥，顿时火光四射，大地之上土壤纷飞，一道深邃的裂痕蔓延开来，无形的力量更是自鞭中横扫而出，自小狮子身旁掠过，冲向了那群野牛。哦莫！野牛受到力量冲击，纷纷在空中翻滚，四蹄朝天，落地之后惨叫不断。如楚风所料，虽然他们有着一品真仙的修为，可却并不是楚风的对手。楚风并未就此罢手，手中的鞭子连续挥动，那些野牛便一次一次被那力量击飞到空中。不过楚风并不想真的伤害他们，只是想吓他们而已。所以这股力量虽然将他们不断击飞，但他们却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很快的，那群野牛的声音彻底变了，从最开始的杀气冲天，变成了万分惊恐。他们全部被楚风吓退了，不敢继续追赶那只小狮子，而是调转身形向后逃去。就在这时，那只小狮子已是靠近楚风。小家伙，你到底是何来路？楚风笑眯眯地问道，并且楚风还蹲下身来，双臂张开，想要将正面而来的小狮子拥入怀中。如此有灵性的小狮子，楚风发自内心的喜欢。可是那只小狮子却并没有减速，也没有掠入楚风怀中，竟然从楚风身边跑了过去。我擦，你这家伙！楚风很是惊讶，他本以为这只小狮子出于楚风救了他，起码也会停下来与楚风道个谢什么的，毕竟他这么有灵性。可楚风却万万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连停都没停，就这样快速的跑掉了，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看都不看楚风一眼，分明就是忘恩负义。喂，你这家伙哪里像头狮子，分明就是白眼狼啊！你哥哥，我救了你，连句道谢都不说，好歹跟我握个手啊，对我做个揖啊！楚风对那小狮子大吼道。还真别说，楚风此话说完，那头小狮子竟然真的停了下来。他先是回头看了楚风一眼，随后前身趴在地上，后身屁股崛起，就连尾巴也是翘了起来。这是狮子道谢的方式吗？摇尾乞怜，怎么和狗差不多？楚风内心泛起了嘀咕。可就在这时，只见那头小狮子屁股一颤，随后只听噗的一声，一道肉眼可见的黄色气体从那小狮子的屁股之中散发了出来。这哪里是摇尾乞怜，这分明就是冲着楚风放屁！你这小崽子，哪有你这么道谢的？楚风气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起来。就在这时，那只小狮子再度转过头来看向楚风，只是这一次，那狮子的脸上有了变化，他的目光不再楚楚可怜，反而充满了鄙视之意，而他的嘴巴则是向上咧开。这头小狮子在笑，并且笑得极贱，但是这样的目光配上这样笑容，这分明就是在嘲讽楚风。小崽子，你真是欠收拾！此刻楚风被气得连鼻子都快冒烟了，说话间便挥动手中的鞭子，想将那头狮子给抓回来。眼见楚风动怒，那小狮子转过身去，便继续向前方逃窜而去。因为距离已经有些远了，哪怕是楚风的力量，也是抓不到那狮子。哈哈，傻眼了吧？人家压根不领情。哈哈，不行，笑死本女王了。此刻女王大人被逗得咯咯直跃。楚风被一头狮子嘲讽，他丝毫没有同情之意，
反而毫不掩饰地嘲笑起楚风，我非把他抓回来，好好教训一番不可。这一刻，楚风的额头之上浮现了神级雷纹，与此同时，楚风的气息也是从1品真仙提升到了2品真仙。如此情况之下，楚风若要追那只小狮子，简直轻而易举。可就在这时，楚风的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怒吼，那声怒吼响起之际，楚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脚下的大地在剧烈的颤动。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杀气也是自楚风的身后传来，这股杀气太恐怖了，哪怕是楚风也是在此刻毛骨悚然，浑身上下的汗毛瞬间炸起。回头观望，先前野牛逃去的方向，那里虚空之上乌云滚动，乌云直下，黑色的雾气也是弥漫开来，一眼望去，漆黑一片，宛如末日降临，连天气都被改变了。这让楚风极为不安，因为楚风的力量本来也是可以改变天气的，让天气产生变化的，尤其是当楚风使用雷纹之后，更是会雷霆漫天。但是在这里，楚风动用了神级雷纹，却并未让天气产生变化。但是此刻，远方的天气却产生了变化，并且那明显不是自然变化，而是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所影响的变化。因为哪怕是楚风使用天眼，也看不穿那乌云，看不透那雾气，这说明对方的实力比楚风要强大许多。至少楚风能影响天气，而楚风却根本不能。那是终于，那暗黑色的雾气之中映射出了2道血红色的目光，那是2只眼睛，如同2轮明日一般，血光映射，非常刺眼。楚风估计着那2只血红色的眼睛起码有2座小山那么大，眼睛已是如此之大，那此雾身躯又将是何等磅礴。此刻那雾再度发出一声怒吼，明明距离还很远，可是一股磅礴的气息便冲击而来，这是一股风力，是楚风无法抗拒的风力。楚风被这股风力吹得连滚带爬，好一会之后才稳住身形。而当楚风起身之际，才发现那遮天蔽日的乌云以及雾气越来越近了，那2道血红色的眼睛也是越来越近，而那股杀气也是越来越浓。楚风受那杀气所笼罩，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变形了，骨骼都发出滋滋的声音。最重要的是，此刻楚风已经被对方的气息所笼罩，他连动都动不了，连使用邪神剑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靠近，却又无能为力。这下糟了，楚风暗叫不好，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这里是多么的凶险。楚风暗叫不好，觉得自己怕是要栽在这里。可忽然间，那隐藏在乌云之下雾气之中的庞然大物再度发出一声低吼，随后他竟然停止向楚风前行，并且向后退去。他退去的速度很快，那漫天的乌云与雾气也是随之而去。很快的，这方天地都恢复成了最初的平静，一眼望去就是一片荒原，没有任何异样。可是楚风却已然深知此处的不寻常。此刻的楚风心有余悸，赶忙站起身来，竟然有些不知何去何从。在遇到了先前那样的凶险情况后，楚风已经暂时打消了继续探索此处的念头。回头张望，才发现那道光芒漩涡竟然产生了一丝变化。犀利，是犀利。虽然光芒漩涡外表看来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此刻的光芒漩涡却散发出了犀利，这多半说明此刻的光芒漩涡很有可能可以进入了。想到此处，楚风拔空而起，再度向那光芒漩涡掠去。但靠近之后，楚风却又停了下来。有了上次的教训，楚风并没有直接撞上去，而是小心翼翼地用神龙血齿试探。这一次，神龙血齿轻松地刺入了那光芒漩涡之中。如楚风所料，这光芒漩涡已经可以进入了。只是当可以进入之后，楚风却是犹豫了。他回过头来，再度看向了这片神秘而恐怖的荒原。这里绝对不是寻常的地方，这里是真正的宝库。楚风若是继续留在这里，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机缘。只是奈何，伴随着机缘的，往往便是凶险。这里实在太凶险了。虽然楚风不知先前那个庞然大物为何放过他，但楚风却不能保证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形，他是否还能死里逃生。只是哪怕明知道这些，楚风还是有些犹豫，他不想轻易的错过这次机会。楚风，走吧，这里太凶险了，你的修为还不适合在这里历练。就在楚风犹豫不决之时，女王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淡淡，你也觉得我应该走吗？”楚风问道：“当然，这里随便一头小狮子都能看穿你的结界阵法，想必你的其他隐藏手段也都没用。而先前那恐怖的家伙，依我看，可比那恶之人参王还要强大的多，恐怕你用邪神剑也未必能够敌得过他，并且我们都不能确定此处还是不是存在着比那家伙还强的生物。这里真的不是现在的你该来的地方。”女王大人劝道：“嘿嘿，果然最关心我的还要数我的女王大人。”楚风笑嘻嘻地说道：“他自然知道，淡淡劝他离开，是怕楚风出现危险，遭遇不测。狗屁！只是有的险可以冒，但有的险却不能冒。若是一只蚂蚁想要撑着树叶跨过一条小河，可以尝试；但若想撑着一片树叶，想跨过一片汪洋大海，那就是白日做梦，是找死，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女王大人竟然有些急了，她其实是害怕楚风不听她的劝告，一意孤行，在这里冒险。毕竟楚风从始至终就有自己的打算，他决定的事情谁劝都没用，包括淡淡。别，我的女王大人，您别生气啊，我没说过不走，这就走。楚风尴尬地笑了笑，生怕淡淡生气的他，随后便大步一迈，直接进入那光芒漩涡之中。当楚风进入其中之后，那光芒漩涡并未消失，还竖立在这片平原之上。他在这种地方显得格格不入，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本不属于这里。不过好在那光芒漩涡的吸力随着楚风的离去而消失了，至少这里的其他生物是无法再进入那光芒漩涡之中了。可就楚风离去之际，这片虚空之上竟然出现了2道身影，这2个人竟是楚轩辕与老猿猴，到底是自己的儿子，说过不帮，这不还是帮了？老猿猴一脸坏笑，忍不住对楚轩辕调侃道：“
我这不是帮他，只是给他开辟一条路，但是能够获取多少，还要靠他自己。楚轩辕说道。那倒也是。风儿很冷静，面对此等诱惑力，竟然还能够知难而退，这是许多人所做不到的。老猿猴说道。这便他自己历练的好处，也是他这么多年独自一人出生入死的收获，这让他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绝对不受诱惑所控。楚轩辕说道。可哪怕如此，身为父亲还是放心不下吧。就比如先前，若不是你用威压吓退那只巨象，楚风就已经遭遇不测了。老猿猴说道。若按照风儿正常的前行轨迹，他可不会来到这里。他来到了这里，是我强行为之。在这种情况下，他遭遇不测，我自然应当出手，所以这与风儿自身无关，是我的问题。楚轩辕说道。我今天才发现你竟然如此护短。老猿猴颇感无奈，他算是发现了，哪怕楚轩辕自己对楚风不管不顾，但似乎也容不得别人说楚风一句不好。不过这也正常，毕竟当初在楚氏天族测试大典之上，那些说楚风坏话的人可都直接被楚轩辕给杀了。其实这楚轩辕从始至终都很护短。听的老猿猴这话，楚轩辕也是淡淡的笑了，随后说道。接下来的路真的要靠他自己了。要走了吗？老猿猴问道。楚轩辕点了点头。但是先前楚风可是把那个东西给放出去了，难道不处理一下吗？那东西的恐怖可不是开玩笑的，搞不好可是能够毁了这大千上界的。老猿猴说道。被封印了这么久，力量早就退化光了，现如今的他尚且幼小，成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不足为惧。况且那东西对于风儿来说未必是件坏事，搞不好也会成为他的助力。楚轩辕说道。你居然想让那东西成为历练楚风的一部分？我的天啊，你是疯了吗？我可告诉你，那东西可是非常可怕的，让他成长起来，风儿未必能够应对。老猿猴说道。可怕，自然可怕，若是不可怕，就不会被封印那么久了。但你可知道我为何故意将那东西从这神山世界最深处取出，放到风儿能够发现的地方吗？楚轩辕问道。为何？老猿猴问道。因为我相信我的风儿会成长的比他还要可怕。楚轩辕淡淡的笑着，且他的脸上还挂着满满的自信。这一刻，老猿猴不再说话，而是一脸的无奈。楚轩辕做的决定，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就多于这一拳。但是他还是担心楚风作为这神山世界内最可怕的生物，竟然进入了大千上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在此时，楚轩辕从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似是一面镜子，但却充满古朴的气息。忽然，那镜子照射出一道光芒，在楚轩辕的前方竟然出现了一道圆形的洞，那洞内是另一个世界，一眼望去，黑暗之中星辰点点，那是浩瀚天外无边星空。可是楚轩辕却是直接踏入其中。见状，老猿猴则是抓着楚轩辕的衣服，也是随着进入了其中。那个相传进入其中便会迷失方向，直至老死的星空之中。楚轩辕竟然镇定自若，就那样踏空而行，并且速度很快，眨眼间便消失在了星空的远处。而很快的，那个通往浩瀚星空的入口也是随之关闭，这片荒原再度恢复成了往日的样子，平静的诡异。楚风穿过了那光芒漩涡，但却并未回到那个从百炼凡界通往大千上界的登天梯内。此刻对楚风进入了一座大山之中，这座大山看上去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就连树木都很是寻常，最高的一棵树竟然只有10几米。这座山可以说是平凡至极，平凡到了就像是楚风年少时期那九州大陆楚家的后山一般。虽然这大山之内的一切花草树木都很寻常，但楚风却能够感觉到一股结界力量封锁了这片区域，那种结界的压迫感告诉楚风，这里一定有修武者的足迹。怎么回事？莫非我是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楚风很是惊讶。身为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楚风的感应力很强，一般若是由界灵师打造的空间，就算再像真实的世界，楚风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可是无论是之前的荒原还是此刻的大山，楚风都没有发现破绽，觉得这两个地方应该都是真实的世界。这东西又变了，回头观望，楚风目光又是一动，那光芒漩涡还在，只是这光芒漩涡已经失去了吸力。楚风尝试了一下，发现这光芒漩涡根本无法回去，他只能留在这个世界了。但是楚风并未直接离开，而是精心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将这个光芒漩涡隐藏了起来。虽然此刻的光芒漩涡是关闭状态，但是他不知道这光芒漩涡什么时候会变作开启状态。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将此处隐藏起来为好。虽然当这光芒漩涡开启，楚风不能阻止那荒原中的生物穿越而来，但至少楚风可以阻止这个世界的人进入到那荒原之中。而当楚风将那光芒漩涡隐藏之后，便准备离开这座大山，好好探寻一下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楚风，小心点！女王大人的声音响起，语气之中散发着浓浓的担心。虽然这座大山看似寻常，可是经历过先前在荒原上所发生的事情后，让女王大人很不放心。我先观察一下，这山很大，哪怕是他楚风的修为也无法一眼看穿，所以必须使用天眼。可是哪怕天眼，楚风也看不到这山的尽头，这山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大。忽然间，楚风纵身而起，他想要御空而行，可是楚风跳起还不足100米，便又落在了地上。楚风怎么了？对于楚风的动作，女王大人不解，但却也感受到了一丝不妙。淡淡，这里比我想的更不简单。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到底怎么了？莫非你发现了什么？女王大人变得越发担心起来。这里竟然有着束缚之力，我根本无法御空而行，就连力量也被削弱了。可是这股束缚的力量，我之前竟然毫无察觉，是在动用武力之后才感受到的。楚风说道。这么说来，这里也与那荒原一样？女王大人问道。不好说，此处的确不对劲，但与那荒原却也不同。不管了，探索一番再说。
楚风的手中始终握着神龙血齿，甚至他还将邪神剑取了出来。经过先前在荒原上的遭遇，楚风不敢再有一丝大意，他可不想一不小心就把小命丢掉。只是因为这片山脉很大，楚风又失去了御空之力，倒是让他重新体验了一下翻山越岭的感觉。但是这片山脉竟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大，转眼间已是13个日夜，但楚风还是没有走出这片山脉。此刻，楚氏天族刑罚大殿内，楚氏天族刑罚堂副堂主楚宣正法坐在大殿主座之上，在他的下方跪着10名刑罚堂的成员，这10人都是当日请命前往百炼凡界抓住楚般若的人。楚般若关押起来了。楚宣正法问道：“回大人，按照您的吩咐，已经严密关押起来。不过大人，在抓到楚般若之后，我们得知了一个消息，那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并没有死。”其中一位4世为首的人说道：“那个楚风没死。”听得此话，楚宣正法顿时目光大变，不由追问道：“他在何处？”我们得知消息时，他已经与几位同伴踏上了登天梯，来到了这大千上界。只是为首之人犹豫了一下，说：“楚宣正法催促道，只是我们回到大千上界之后，却发现楚风他们根本就没有来到大千上界。”那位说道：“这么说来，楚风他们是借助那登天梯前往了其他上界？”楚宣正法问道：“虽然这种事情百炼凡界的人很难做到，可是他既然怀疑楚风是楚轩辕的儿子，他便觉得这种事情应该难不住楚风才是。去查一下他前往了哪个上界。”楚宣正法说道：“那个从百炼凡界通往大千上界的登天梯是楚氏天族所掌控的。那座登天梯虽然不经常使用，可却能够监控到一切，只要他们想查，便能查出来。大人，我已经查过了，可是那登天梯所显示的轨迹就是从百炼凡界通往咱们大千上界的，并没有被改变过轨迹。”那位说道：“没有被改变轨迹，那楚风去哪了？他到底是来到了大千上界，还是根本就还停留在百炼凡界？”楚宣正法问道：“百炼凡界的人我们都询问过了，他们亲眼看到楚风他们进入了登天梯，消失在了登天梯的深处。只是我楚氏天族负责守护登天梯的人，又的确没有看到楚风他们出现在大千上界。明明登天梯被激活了，可是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出现。”那位说道。此刻楚宣正法陷入了沉思，这件事情太匪夷所思了，是极为不合常理的事情。忽然楚宣正法手臂一扬，一块令牌丢向了那位为首之人。接到那块令牌，那几位刑罚堂的成员顿时神色大变，眼中涌现出了一抹狂喜之色。此令乃是刑罚密令，刑罚堂内可以无视楚氏天族所有律法约束的令牌。有了这块令牌，便等于获得了刑罚堂最高的权利，而往往能够得到这块令牌者，将要执行的任务便是极为重要的任务。若是能够得到刑罚令牌，那对于刑罚堂的人来说可是无上的荣耀。你们10个不惜任何代价都要给我找到那楚风。楚宣正法说道。遵命。那几人同时应道。记住，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还有，若是找到楚风，先不要暴露身份，暗中监视，然后向我汇报。还有，若是找到楚风，一定要保证那楚风的安全。楚宣正法提醒道。属下遵命。那几人再度应道。自从楚风出现在大山内，已经是第15日。尽管楚风修为受限，可是楚风的速度仍然非常可怕，而这也正正说明了这座大山之大，远远超出了楚风的预料。而一片大山都这般辽阔，可想而知，整个上界的土地面积是何其之大。想必就算整个祖武下界的所有土地面积放到这上界来，也只是上界的冰山一角吧。不过想一想，这倒也是正常，毕竟上界之中的修武高手，修为远非祖武下界的人可比。若是这个上界的土地面积也如祖武下界那般相差无几，那么这些高手可以活动的空间就显得非常之小，反而没有了自由之感。一路走来，楚风并未遇到所谓的凶险。值得一提的是，这大山之内不仅花草树木看着寻常，竟然连其中的生物也是如此寻常。这里只有寻常的动物，连可以修炼的妖物都没有，就连天地能量也是弱得可怜，甚至可以说比祖武下界九州大陆的天地能量还要微弱，这很不合常理。就比如祖武下界的5只圣土，天地能量就远非九州大陆可比，可是哪怕5只圣土，却也无法和百炼凡界的天地能量比。天地能量可以说是孕育修武者最基础的元素，所以下界的强者不如凡界的强者多，同理，凡界的强者也不如上界的强者多。起初楚风觉得这里乃是一方上界，但是此处的天地能量低得可怜，让楚风产生了一种怀疑，莫非我此刻并非在一方上界，而是进入了下界？楚风说道。哪个下界能有如此辽阔的山脉？该不会是整个下界就是一片山吧？女王大人说道。的确奇怪，不管了，只要找到人打探一下便都清楚。楚风说道。此刻的情况的确不太正常，这山脉大得恐怖，这样的面积符合上界的需求，可是此处的天地能量又弱得可怜，如同下界一般，所以楚风此刻真是不能确定他究竟是在某个上界，还是进入了某个下界。此刻的楚风更加迫切的想要离开这座大山，想要找到此处之人，打探关于此处的情况。楚风虽然小心翼翼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但是他却并没有察觉到，自从他从那荒原出来后，就一直有着一道暗黑色的气焰偷偷地尾随着他。这道气焰有些诡异，楚风察觉不到他，但他似乎也没有伤害楚风的意思。没人知道他究竟有何目的。终于楚风走出了这片大山，并且巧合的是，他刚巧发现了一队人马。这队人马驾驭着战车，足有几百人，气势汹汹，显然不是寻常之辈。不过他们的战车虽然庞大，但却并没有御空而行，而是顺着山下的大路前行。那是一群修武者，
修为都在5组境，大部分都是1品5组，而其中修为最强的一位也只是5品5组。这个修为不弱，但是放在现在的楚风面前，就显得有些不堪了。这个修为，莫非这里是某个凡界？楚风诧异，因为对方的这个修为谈不上强，但也谈不上弱，反而在百炼凡界最容易看到这种修为的人。管他呢，问问不就知道了。女王大人说道：“问问去。”楚风说话间，便快速从山上跑了下来，拦在了大路之上。这感觉，可是刚刚走下大山，他在大路上，楚风就愣在了那里。当他走下大山之后，不仅那股束缚其修为的力量消失了，此刻楚风还能够感受到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这股天地能量可比之前在大山之中浓郁了数倍。如果说先前大山内的天地能量比祖武下界都要弱，那么此刻楚风所感受到的天地能量可就比百炼凡界都要强得多。如此大的差距变化，让楚风有些茫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那座大山。什么人？就在这时，那队人马已经发现了楚风，不由自主地大喝一声。毕竟忽然间在这山下大道上杀出来一个人，并且左手右手各持一件兵器，着实有些吓人。这一刻，那队人马中的所有人都从战车上跑了下来，一个个手握兵器，将那敌意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他们下意识地以为是有人要拦路打劫，因为在这条大路上拦路打劫的事情的确经常发生。可是楚风却没有理会他们，他转过身去，再度走向了那座大山。楚风想确定一下，天地能量如此大的变化，是不是这大山的原因？楚风踏入大山之后，发现那股束缚自己的力量再度出现，并且天地能量也是再度变得微弱。果然如楚风所料，一切都是这大山的问题。这大山不仅能够束缚楚风的力量，并且这大山天地能量也是弱得可怜。难怪这大山的一切都这么频繁，原来是天地能量的原因。楚风已经确定，这大山绝对很不简单，怕是另有蹊跷，就如那片荒原一般，根本就是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简单，真是有病。此刻严阵以待的那队人马见楚风进入大山，他们还以为楚风看到他们人多势众，胆怯了，逃走了，于是纷纷上到战车，准备继续赶路。请等一下！可是楚风见他们竟要离开，便赶忙又从大山跑了下来，再度拦在了大路之上。喂，你有毛病啊！这一次，那队人马之中，一个手握长鞭的壮汉对楚风大吼起来，并且除了那壮汉之外，在场的其他人也多是目光不善，他们显然是被楚风的行为给激怒了。但是楚风却并没有因此生气，自己手持兵器突然出现在这里，对方误会自己的意图，倒也合情合理。于是楚风笑着问道：“不好意思，我没恶意，我只是想问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什么？听得此话，众人又有些茫然了。这个家伙是傻子不成？还是说他在装疯卖傻？竟然问出如此白痴的问题。紧随其后，那队人马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斥了一抹鄙夷之色。不过就在大部分人被楚风投去不善目光之际，在那队人马之中倒是有一个男子站了出来，并且面带和善笑意地走向了楚风。你不是本地人吧？这个人一边走向楚风，一边笑着问道，态度很是和善。这不是无伤吗？可是当楚风看清这位来者的脸庞之后，却是神色大变，内心大惊。这名迎面来的男子长得非常像一个人，那就是江无伤。像，太像了。楚风看到他的第一眼，差点以为他就是江无伤，他还以为是江无伤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很快楚风又发现，这个男子虽然长得很像江无伤，可是他的声音却并不像江无伤，并且他的年龄比自己还大，而江无伤可是比楚风要小的。楚风断定这位绝对不是江无伤，他只是一个与江无伤长得相像的人。怎么这么看我？那位似是感受到了楚风惊讶的目光，不再前行，而是站在了原地。不好意思，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楚风倒也没有隐瞒，如实说道。呵，怪不得。男子淡淡一笑，随后问道：“你不是本地人吧？莫非你是迷路了？”说话间，他便继续向楚风走来。可就在这时，一道鞭子忽然落下，直接抽在了那男子的身上。强大的力量将男子直接抽翻在地，翻滚连连，哀嚎不断。而在他翻滚之际，楚风注意到他的后背出现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那个手握鞭子将男子抽到在地的，也是那队人马中的人。这是一名壮汉，拥有着2品5组的修为。先前对楚风怒吼的也是他。此刻，那个壮汉一脸冷漠地看着倒在楚风身前的男子。妈的，一个乞丐而已，你与他废什么话？赶紧给我滚回来！听得此话，那个与江无伤相像的男子则是强忍着伤痛，勉强站起身来，向战车行去。喂，臭要饭的，赶紧滚开！此刻，那壮汉指着楚风，他的语气非常的霸道，这根本就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听得此话，楚风淡淡的笑了。他虽然笑着，可是目光却不再像先前那般和善。妈的，本大爷在与你说话，你他妈听不见吗？老子让你赶紧滚蛋！壮汉见楚风没有走，顿时大怒，指着楚风再度破口大骂起来，态度甚是嚣张。难道你父母没有教过你与陌生人说话要有礼貌吗？楚风问道。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壮汉一脸迷茫，显然被楚风突如其来的话语而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不了解的陌生人是不是你可以得罪得起的人。楚风说道。妈的，你这是在威胁我？壮汉冷声问道。楚风淡淡一笑，说道：你信不信我动都不用动，就能把你的嘴撕扯得稀巴烂？他妈的，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凭什么？就凭你手里那2件烂兵器吗？壮汉讽刺地说道。他之所以胆敢对楚风如此无礼，那是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没将楚风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楚风就是一个乞丐，一个乞丐胆敢与他说这种话，他自然觉得可笑。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大笑起来，因为楚风手中的邪神剑和神龙血齿
都没有被楚风催动。这2件兵器虽然很强，可是没有催动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感受不到他们的力量。而从外表来看，这2件兵器的确有些不堪。噗嗤，猛然间，一道鲜血自那壮汉脸上喷射开来。啊！下一刻，那壮汉便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起初，那些人有些不解，可是当壮汉转过身躯之际，所有人都吓得脸色大变，甚至有人瑟瑟发抖。那壮汉满脸是血，他的下巴已经被撕烂了，那个样子非常的恐怖。怎么回事？是他做的吗？这一刻，那些人慌了，他们此刻才意识到，站在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可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所有人都收起了先前讽刺的笑容，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畏惧，就像是看到了魔鬼一般。他们虽然手中还握着兵器，还做着严阵以待的姿势，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对楚风出手。相反，他们都在瑟瑟发抖地向后退去。就在此时，这队人马中修为在5品5组的那位走了出来，这是一位年迈的老者，看他的样子，应该是这队人马中的首领，而他的修为也的确是这队人马中最强的。我们乃落凤城赵府之人，老夫赵平阳。那位老者对楚风说道，他说话的语气很是强硬，根本就不像是要和解的样子。楚风在的语气中感受到的只有深深的威胁。楚风向来吃软不吃硬，他本不想难为这些人，哪怕他们刚减免就对自己出言不逊，楚风也没有将他们如何。但是他们竟然如此不知好歹，敢蹬鼻子上脸，当众辱骂楚风。楚风自然不能惯他们这种脾气。落凤城赵府之人，那又如何？楚风不以为然，若想要打劫我们，那你可就打错算盘了。我们赵府可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那赵平阳说道，那我打伤了你的人，你想如何？楚风问道。跪地认错，自己撕烂自己的嘴，便立刻滚蛋吧，不要让我动手。那赵平阳摆了摆手，这个模样甚是嚣张，就仿佛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让楚风吃不了兜着走一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楚风说道，你说什么？那赵平阳愤怒地问道。楚风并未回答，而是冷然一笑，紧随其后，一股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横扫而出，扑向了那队人马。下一刻，那队人马之中，除了那个与江无伤长得极为相像且挨了鞭子人之外，所有人都趴在了地上。现在你知道我说什么了吗？楚风走到那老者身前问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是我有眼无知，还望大人饶命啊！这车上的东西您随便拿，求大人饶小人一命。这一刻，那个老者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嚣张气焰，不断的求饶。楚风注意到他那苍老的身躯正在不断的颤抖，这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就你车上这些东西，就算丢在大街上，我看都不会看一眼。楚风讽刺地说道。他们这些战车上的确装着不少宝贝，可也如楚风所说，他们车上的宝贝的确入不了楚风的法眼。随后，楚风来到了那个与江无伤长得很像之人的面前。虽然楚风的威压并没有伤害到他，可是他看到楚风靠近，却也是吓得瑟瑟发抖，不断的向后退去。这也不能怪他，楚风展现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不怕才怪。也怕，我并无恶意。楚风说完此话，又对其抱了抱拳，说道，在下楚风，请问你怎么称呼？我叫宋喜。这位与江无伤很像的男子吓得连说话都结巴了。宋喜，我有事请你帮忙，不知你可愿帮我？当然，这个忙不是白帮的，只要你愿意帮我，我会给你报酬。楚风说道。愿意，我愿意。宋喜一边擦拭头上的冷汗，一边说道。这一刻，楚风看得出来，这个宋喜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很害怕楚风，可是他又不敢拒绝，想必是害怕拒绝之后，如同那个壮汉一般，被硬生生的撕烂嘴巴吧。可是在场之人，楚风都看不上眼，偏偏对这个宋喜很有眼缘。一方面，他长得很像江无伤，看着就亲切；而另一方面，这个宋喜是这队人马之中唯一一个心地善良之人，只有这种人才信得过。所以楚风抓住他的肩膀，微微一笑，那便随我走吧。说完此话，楚风便拔空而起，带着那宋喜离开了此处。当楚风离开之后，那笼罩此处的威压也是随之消散。趴在地上的众人赶忙站起身来，大人，您没事吧？此刻，那群人都一脸殷勤的来到了老者近前。滚滚滚！赵平阳恼羞成怒，对众人咒骂连连。大人，那小子是谁啊？竟然都不将我赵府放在眼里！一位随从问道。可那随从话刚落下，那叫做赵平阳的老者一个耳光便落在了那随从的脸上，将那随从的半个脸颊都打得变形，鲜血淋漓，哀嚎不断。我告诉你们，在这一带，没有人敢不将我赵府放在眼中。赵平阳大声说道。是。那些随从吓得胆战心惊，纷纷附和。小六子，那小子的模样你可记下了？赵平阳对其中一个年轻人说道。大人，记下了。那叫做小六子的年轻人说道。你立刻回到府中，将此事禀告家主，把那小子画像画出来，立刻通缉他。赵平阳说道。遵命。那小六子说话间，便转身向来时的路狂奔而去，眨眼间消失在了大路之上。他奶奶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赵平阳咬牙切齿地说道。嘶！可就在这时，那大山之中忽然传来了古怪的声响。老爷，好像有什么东西，有人说道。而实际上，在场之人都听到了那古怪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而就在这时，一道暗黑色的气焰自大山之中飞掠而下，快速地掠向了这队人马。那暗黑色气焰的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将这队人马的所有人都冲翻在地呀！下一刻，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但是很快的，那惨叫声便停止了。而当惨叫声停止之后，那暗黑色的气焰也是退去，消失在了这方天地之中。至于那些赵府之人，他们衣衫完整，可是一个个的却是如同干尸一般躺在那里，已是生机全无。他们已经全都死了，
眼球上翻，嘴巴张开，仿佛浑身的血肉都不见了，一个个瘦的皮包骨头。他们肌肤发青，且在那发青的肌肤之上，还出现了如同静脉一般的纹路，而那纹路乃是暗黑之色，一眼望去，他们比鬼还要可怕，甚是狰狞。可是他们却已经是真正的死尸。楚风离开的速度很快，他自然也就不知道他离开之后所发生的那种惨案。不过楚风虽然离开了，但其实也没有走得很远，他只是想离开那群人，寻一个清静罢了。此刻，楚风在一个湖边落下身来，大人，您想让小人帮什么忙？我这种实力，能帮到您吗？那宋喜依旧磕磕巴巴，就连身体也在持续发抖，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怕楚风。你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我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些事情。楚风笑着说道。什么事？听楚风这样一说，那宋喜才缓和了不少。这里是什么地方？楚风问道。这里是清水湖。宋喜看着眼前的湖泊说道。楚风笑了笑，怪我了，问得不清楚。其实我是想问你，这里是什么世界？这里当然是大千上界。宋喜说道。大千上界？你说这里是大千上界？听得此话，楚风目光涌现出了些许惊讶。这里当然是大千上界了，大人，你莫非不是大千上界的人？宋喜同样很是惊讶。楚风惊讶的是，没想到自己会直接进入大千上界，而宋喜惊讶的是，竟然有人不知道这里是大千上界。我的确不是此处的人。你听说过百炼凡界吗？楚风问道。百炼凡界？听说过，那是大千上界所管理的诸多凡界之一。大人，你该不会是从百炼凡界来的吧？想到这里，宋喜已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在大千上界的人眼中，凡界的人都是弱者，是不入流的存在。哪怕如宋喜这种在大千上界垫底的人物，却也会看不起凡界的人，这是一种地域的歧视。就像很多人会看不起乞丐一样，觉得自己过得好一点，就会不由自主的有了一种优越感，这是人之天性。可是，假如楚风真的是来自百炼凡界，那楚风便足以颠覆宋喜对凡界的认知。毕竟，楚风的实力可要比宋喜强得多。是的，楚风点了点头。我的天啊，凡界还有像您这么强的存在！宋喜感叹连连。可是很快的，宋喜又神色大变，他忽然想起来，曾有人对他说过，上界的人不可以进入凡界，而凡界的人要想来到上界，也需要一定的资格。这个资格就是必须拥有真仙境的修为。大人，莫非您是真仙强者？想到这里，宋喜的眼睛就好像在发光一样。虽然说真仙强者在大千上界多如牛毛，可是如宋喜这样的人，却几乎没有与真仙强者说过话。简而言之，真仙强者再弱，却也根本不会拿正眼去看如宋喜这样的人。所以对于宋喜这样的人来说，真仙境界强者依旧是高高在上，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我刚刚踏入真仙不久，只是一品真仙。楚风笑着说道。那也好厉害，看样子你可比我要年轻得多。宋喜甚是激动，当确定楚风是真仙后，他反而没那么怕了，因为他从没遇到过如楚风这般和善的真仙强者，这让他下意识地觉得楚风绝对不是坏人。宋喜，你可知道百炼凡界通往大千上界的登天梯位于何处？楚风问道。知道，这个我知道。宋喜连连点头。能带我去吗？我可以给你报酬。楚风问道。楚风现在既然来到了大千上界，那眼下最想做的自然是找到王强等人，所以他必须尽快赶往那里，尽快找到王强等人。但是楚风并不知道，其实在他被卷入光芒漩涡之后，王强等人也遭遇了同样的事。他们所有人都没有通过正常的轨迹抵达大千上界。王强、赵红、殷明朝以及紫薰衣已是不知去向。当然可以，但是根本不需要报酬的。宋喜说这话的时候倍感荣幸，在他看来，一个真仙强者能够用得上他这种小喽啰，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荣耀。随后楚风便让宋喜带路，直接前往了那个百炼凡界通往大千上界的登天梯。这个路途并不近，不过好在这附近有可以直接前往那里的传送阵法，并且这大千上界的传送阵法力量可比百炼凡界的要强得多。这种传送阵法之下，楚风传送的速度也很快，这大大的缩短了楚风等人赶路的时间。而这一路上，楚风一直在与宋喜聊天，也让楚风得知了这大千上界的大概情况。大千上界的土地面积不用说，非常的辽阔，大概是百炼凡界的1000倍还要多。若不是大千上界的土地上遍布传送阵法，那么就算大千上界的修武高手赶起路来也会相当的吃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大千上界有一半的土地都被楚氏天族掌控了。对于大千上界的人来说，楚氏天族的领土范围乃是禁区，几乎没有人敢踏入其中。也就是说，除了楚氏天族的人外，大千上界上的人可以真正活动的范围只有整个世界一半的土地而已。这也彰显出了楚氏天族的霸道以及不可冒犯的地位。从宋喜的话语中，楚风便能感受到他对楚氏天族的敬畏，简直就如同人类对神灵的敬畏一般，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敬畏，绝对不是装样子的。看来你的家族把这片土地管理得很好，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们，这才是真正的霸主。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那可不是我的家族，楚风纠正道，但很快又补充道，但我不得不承认，楚氏天族的确很有手段，但是他们具有如此手段，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女王大人说道。就算他们再有手段，总有一日我也要让他们的族长亲自站在我与父亲的面前，向我们父子二人道歉。不仅是族长，我要让当年对我们父子俩落井下石的所有人一起道歉。楚风说这话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尽管当年的他还是婴儿，根本不记得这些事，可是单从他父亲的讲述中，他便能够想象到当日的情形，感受到那种屈辱，这种屈辱他必须抹除。你这话若是让大千上界的人听到，一定会以为你疯了。不过本女王
就是喜欢你小子这股自信劲。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宋喜，这大千上界除了处世天族之外，还有哪些强横的势力吗？楚风再度对宋喜问道。大千上界的势力非常的多，可若抛开处世天族不谈，真正强横的势力只有4个。宋喜说道。哪4个？楚风问道。星陨圣地、极乐谷、道皇宫、鬼宗殿。宋喜说道。鬼宗殿。听到这个势力的名字，楚风内心一动。这个地方，楚风在百炼凡界的时候就曾听闻过。楚般若亲口所说，他就是在鬼宗殿内找到了那个神秘人，他是从一个神秘人的手中买到了那个能够寻找到恶之人身亡的卷轴。虽然楚风内心已经泛起了涟漪，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非常平静地问道。宋喜，你说的这4个势力有何特征？哪个比较强？这4个势力最强的当属星陨圣地。星陨圣地传承久远，传闻星陨圣地是由一块从天而降的巨型流星打造而成，那巨型流星蕴含着非同一般的力量，对修武有着极大的帮助，这就造就了星陨圣地的强横。当然了，星陨圣地再强，也是没办法与处世天族比的。宋喜特意补充道。看得出来，他对处世天族可谓相当的敬畏。至于道皇宫与极乐谷，孰强孰弱就不得而知了，应该相差不多吧。而鬼宗殿的话颇为隐秘，只知道他们势力庞大，实力很强，但依我看可能比道皇宫和极乐谷的话要稍弱一线，至少鬼宗殿的成员不如道皇宫与极乐谷那么多。宋喜说道。你说鬼宗殿颇为隐秘，可有缘故？楚风问道。其他几个势力每年都会广收弟子，虽然收弟子的要求极其严格，非天赋异禀者不得入，可起码那都是公开招收弟子的。但是鬼宗殿从来没有见他们招收弟子，他们都是自行挑选弟子的，并且鬼宗殿麾下没有任何附属势力，可他们的财力却非常的强，甚至传闻鬼宗殿的财力虽在星陨圣地之下，却在极乐谷与道皇宫之上。宋喜说道。既然没有附属势力，也就没有势力对他们进贡，又怎么会有如此强的财力？楚风问道。一般来说，这种强大的势力麾下都会有附属势力，附属势力在得到他们保护的同时，每年都必须进贡大量的宝物，这可以算是一种变相交易。而鬼宗殿没有附属势力的话，便等于少了进贡，那么财力应该相对较弱才是。传闻是说他们在做生意，但具体是什么生意，我们这种小人物就不得而知了。能够与鬼宗殿打交道的可都是人上人，所以相比于其他势力，鬼宗殿才相对隐秘。宋喜说道。原来如此，楚风大概知道了这个鬼宗殿他们所做的生意一定不是正当生意，但是单从鬼宗殿能够给楚般若提供到那个记载了恶之人身亡的卷轴，楚风便知道这鬼宗殿的实力一定非同小可。至少宋喜所说的这4个势力，楚风目前最感兴趣的便是这个鬼宗殿。之后楚风便来到了那座链接百炼凡界的登天梯，这座登天梯乃是处世天族所掌控的，所以想打探消息，楚风倒是费了一番周折。不过总算楚风打探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只是这结果却并不乐观。怎么会这样？他们都没有通过登天梯抵达此处，就连处世天族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登天梯出现了问题，更像是人为。此刻楚风已经知道王强等人都没有通过那登天梯抵达大千上界，这让楚风不得不正视先前在登天梯内他们所遭遇的情况，因为这一切太诡异了。楚风进入了光芒漩涡，却出现在那神秘的荒原之上，就好像是有人故意将他引到那里一样。搞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楚风再度找到了宋喜。宋喜，你可知道咱们相遇时的那座山有何来历？楚风问道。你是说神山？神山的来头可就大了。宋喜说道。听到神山2字，再看到宋喜的反应，楚风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测都是对的，一切绝对不是巧合。能否与我说说那神山的来头？楚风问道。当然，宋喜自然不会对楚风隐瞒，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神山的所有事都告诉了楚风。这神山的确大有来头，并且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处世天族统治大千上界已经有段岁月了，而早在处世天族还没有出现在大千上界的时候，那座神山便出现了。在神山出现之前，那里本是一片汪洋大海，忽有一日大浪翻腾，冲击4面8方，并且那浪不是寻常的浪，能够开山碎石，轰杀一切，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哪怕是修武者也无法阻挡。凡是被那巨浪冲刷的土地，全部都遭殃了，无数修武者惨死在那场劫难之中。那件事引起了当时大千上界各方高手的注意，大千上界的高手们决定联手阻止这场浩劫。可是大浪冲天，浩瀚无边，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让那汹涌的浪花停止下来，这让大千上界的人第一次意识到这浪的不同寻常。不过好在那大浪并没有一直蔓延，在蔓延一定范围后便停止前行，过了足足数月，浪潮才渐渐消退。可是那消退的浪潮并没有回到原本的海洋之中，而是流向了其他地方，因为原本海洋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片大山，这片大山面积之广，几乎覆盖了那片原本的海洋，并且这片大山光芒笼罩，而那光芒竟是肉眼可见的天地能量。那大山内不仅天地能量异常的浓郁，在其中闭关修炼会让人思维敏捷，大大的提高了突破的几率。如此神奇的天地能量，立刻让这座忽然出现的神秘大山成为了修武圣地，所以那座大山才誉为神山。只是奈何那神山之上的天地能量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随着越来越多的修武者进入神山修炼，神山之上的天地能量开始减少，不再如最初那般浓郁。当时大千上界的诸多势力都发现了这种情况，为了能够延长神山修炼的时间，他们开始将弱者驱赶出神山，
分割领地。最终神山被当时大千上界上几个强大的势力所割据，其他人全部被驱赶出了那座神山。可是只要有人修炼，神山之上的天地能量就依然会减少。在漫长岁月的冲刷下，神山的天地能量一日不如一日。终于，神山内的天地能量变得与外界相同，神山内的天地能量不再如曾经那般浓郁。可是因为神山造就了无数强者，所以哪怕神山的天地能量已经与大千上界其他地方一样，可是人们下意识的还是喜欢在神山修炼。最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神山的天地能量越来越弱，竟然远不如大千上界的其他地方。到了最后，神山之上的天地能量竟然连凡界都是不如。而最诡异的事情也就此发生了，神山之上笼罩上了一层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不仅会限制人的修为，还会让人失去御空之力。这种情况下，那些占据神山的势力也是纷纷撤离，神山再度恢复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虽然神山已是不如当初，甚至已是有些不堪，但却也依然令人向往。尤其是当神山可以自由出入后，慕名而来的强者数不胜数，大量强者涌入了神山之内。可就在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断的有修武者在神山内死去，死相非常可怕。那些死去的人像是被人吸干了血肉一般，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就连本源都被吸干。人们起初还觉得是人为所致，一心想要抓到那罪魁祸首。可是渐渐的发现并非如此，就连一些修为强横、赫赫有名的强者也是遭遇了不测。这种情况下，人心惶惶，所有修武者都退出了神山之中。之后有不信邪的人也曾踏入神山，虽然不是踏入其中必死无疑，可总会有人遭遇不测。再加上神山早就今非昔比，在其中修炼不仅不会加快悟道突破的速度，反而大大减缓了修炼的成长速度。久而久之，神山成为了一处禁地，少有人再愿意踏入其中。时间流逝，事到如今，曾经的辉煌早就被人忘却，神山早就不再受人重视。宋喜，你说的这些是传说还是真的？楚风问道。虽然年代非常久远，可是关于神山的事却并非传说，而是真的发生过的。楚风大人，这件事你一定要信我。我宋喜虽然修为薄弱，但却喜欢这种事情，所以曾四处打探，绝对不会有错。我说的话肯定靠谱。宋喜拍着胸脯保证道。